欢迎来到新闻频道，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对打变碾压，肖战《藏海传》成功上星，真诚与努力终有回报。在娱乐圈这个充满变数的名利场中，真诚与努力终有回报的朴素真理，始终在喧嚣中闪烁着永恒的光芒。肖战主演的《藏海传》与程毅主演的《赴山海》的境遇对比，恰如一面棱镜，折射出行业生态的深层逻辑。流量与资本或许能制造短暂的热度，但唯有真诚的创作态度与脚踏实地的努力，才能在长跑中赢得观众的尊重与市场的认可。真诚的沉淀，从角色塑造到行业敬畏。《藏海传》的成功上星，离不开肖战与团队对作品的敬畏之心。为诠释藏海这一复杂角色，肖战减重15斤，以贴合病娇谋士的破碎感。剧组更耗时数月搭建实景宫殿，邀请故宫修复组指导榫卯结构细节，力求还原历史质感。导演郑晓龙以《甄嬛传》的严谨态度把控权谋逻辑，甚至因一场戏 NG 20余次，将权谋美学打磨到极致。这种对艺术创作的虔诚，让观众从预告片中便感受到每一帧都在燃烧经费的诚意。反观《赴山海》，尽管程毅为打戏亲自吊威亚，娜扎苦练剑术3月，但剧组在选角时对李凯欣的争议背景缺乏审慎评估，最终因演员的个人失德行为导致剧集陷入舆论漩涡。前期投入的2亿场景搭建于70%年度宣发预算几乎付诸东流，这印证了娱乐圈的残酷法则：真诚不仅是对艺术的尊重，更是对观众与行业的责任担当。努力的价值，流量泡沫下的实力突围。2部剧的宣发策略同样映射出不同维度的努力。《藏海传》以央视平台为依托，通过历史证据的厚重感吸引家庭观众，同时借助肖战粉丝的显微镜式细节解读，在社交媒体上掀起权谋美学考据热。而《赴山海》虽以武侠元宇宙概念轰炸式营销，话题播放量突破50亿，却因过度依赖流量明星效应，忽视了内容根基的稳固。当李凯欣的辱华录音曝光后，平台紧急删减戏份、爱换脸等补救措施，暴露出快餐式制作模式的风险。资本可以买热搜，却买不回观众对劣迹艺人的信任。甚至有粉丝借此扩大影响，用黑红给《赴山海》增加热度，被网友评论为疯魔。相比之下，《藏海传》中老戏骨与青年演员的演技碰撞，权谋逻辑的缜密铺陈，恰是对努力更深层的诠释。它不是数据榜单上的虚假繁荣，而是用扎实的剧本与表演构建起的观众共情。行业的启示，从投机取巧到价值回归。这场风波背后，是娱乐圈生态转型的缩影。数据显示，2024年因道德争议被除名的跨国艺人占比达32%，中国市场正从流量至上转向价值优先。肖战在《藏海传》中放弃偶像包袱，挑战权谋角色；程毅在《赴山海》中一人分饰3角，突破戏路。本质都是对流量的主动祛魅，试图用专业能力重塑演员身份。而李凯欣事件则警示行业，艺人的文化认同与道德底线应成为选角的硬性标准。当观众开始用显微镜审视剧集品质，用投票器抵制失德艺人时，市场已悄然完成从资本造星到观众主权的转向。长夜星光终不负赶路人。《藏海传》与《赴山海》的境遇分野，恰似一场生动的行业教育课。它告诉我们，真诚不是营销话术里的标签，而是对每个镜头的精益求精；努力不是通稿里的自我感动，而是对职业信仰的持久坚守。当资本泡沫逐渐消散，唯有那些尊重艺术规律、敬畏观众智慧的创作者，才能穿越周期，在时光的淬炼中沉淀为经典。
这或许正是娱乐产业最朴素的生存哲学：所有捷径都是弯路，而真正的捷径叫做脚踏实地。